我想问你啊，如果一个看上去很富有的人说要带你赚钱，你会信吗？不信。那如果你碰到了一个说话很准的算命大师，而且他说你天生大气像是一个人物，你会不会对他很信服？有可能会相信。那如果你相信任何一点的话，你就是一个很容易被 PUA 的人啊。如果你还相信我刚才说这句话的话，你就基本确诊了。那我不必看你的八字，你这辈子离婚3次。其实 PUA 是一个我们生活中避免不了的事情。很多人说 PUA 别人的人不是什么好人啊，但是在我看来 ，PUA 它本身不好不坏，它是一种力量，所以强者都学会了如何去与它共存，甚至是使用好这份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 PUA， 我们会聊到如何去意识到你正在被 PUA， 并且会提到一个能让你反制的方法。如果你想成为一个 PUA 高手的话，那这期视频看完了，你也可以神功大成。说到如何意识到 PUA， 我们得先聊聊 PUA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为现在很多人对 PUA 的认知都有一些误解，他们会把很多善意的建议也理解为 PUA， 然后把自己搞得就很敏感。其实真正的 PUA 它是不会让你感受到的。你在被高手 PUA 的时候呢，你不会感觉到敏感，甚至你会有些爽。为什么呢？因为 PUA 的定义就是情感操控，它直译过来就是什么？就是搭讪高手。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一些人性漏洞对你进行精神控制。他一开始就是给那些有点害羞的男孩写的一个搭讪兵法。你觉得你在被搭讪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会让你难受，你会理他吗？不会，对不对？真正的高手他会把度把控得很好，就是他不会让你太开心，因为你一开心的话，你会警觉，对不对？他会怎么样？他会让你感觉心痒痒的。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心会痒痒的呢？就是在你求而不得，但是又有希望得到的时候。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得了癌症，然后你找遍天下所有医生都没得救，你突然遇到了一个老神医，这个老神医他神神秘秘的，他一看你就说，哎呀，我看你现在你有大问题啊。然后你说我操，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但是我能治。我操，你是不是就感觉心特别痒？你这个时候就已经想让他治了，但是你不知道他要什么条件，对不对？然后你说神医，我给你钱行不行？你快救救我吧。他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这个时候摇摇头，他把手背过去，然后他一句话都不说，他怎么样？他装高手。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很难有理智了，因为你的关注点全在怎么能让他给我治好，而不是我要治病了。你基本已经不判断他是不是有能力治你这个病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老神医说啥是啥。因为如果你真的想治的话，你都不敢去质疑他，你生怕你说错什么话惹他不开心，他就不给你治了。所以你一开始想的其实是治病，但是这个时候你想的是，我想让他给我治病，他的优先级竟然排到治病之上了。那这个就是 PUA 的第一个主要手段和特征，叫信息迷雾。简单来说就是给你一个你很需要的价值，就是给你画一张大饼啊，你很想吃到这张大饼，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具体你要该怎么吃，什么时候能吃，或者说有什么原因你就会吃不到了。所以你的行动在这个时候就被他限制住了。那在这个位置上呢，他就会变成一个主导者，他可以在你想要和得不到之间的这个空间去控制你。那这个空间里它有很多的信息差，这个信息差就像一层迷雾一样，就隔绝了你和这个大饼。那在这个迷雾里面，清晰的人就只有这个画饼的人，他还可以在这里面给你慢慢的施加很多的条件，比如说你得先这样再这样，最后你才能得到这个，对不对？那而且恐怖的是什么？是这个条件只有他知道是不是真的。比如说那个老神医，他每天让你往河里扔1块钱，你也不敢问，对不对？其实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在河里有一个网呢，对吧？他攒了1个月他就捞上来，他偷偷的不要说我太阴暗啊，因为你就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吧？有吧？那所以当你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给你制造了一种好像能得到却不知道如何得到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提高一下警惕了。你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情绪有没有变得很混乱，患得患失的那种。就是一旦有患得患失的感觉，你就是已经中招了，请保持理智啊。那有人说，如果我没有想吃的大饼，你是不是就不能 PUA 我了？不好意思，没有饼它可以创造饼。这个就来到 PUA 的第2个特征和手段，叫贬低机遇，也就是说煤气灯效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看上去无欲无求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你其实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方我看着不好，如果你不会尽快处理的话，会怎么样，对吧？你这个地方会给你带来什么什么样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医生的方式来给你下一个不好的诊断。那在这个诊断的过程中呢，他就贬低你。那如果碰巧他说中了，你的下意识反应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对号入座。因为人其实是对自己的状态很关心的，每一个人都很想听一个权威来评价自己。你看那些星座博主他为什么很火？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对号入座。那这个时候这个博主就算说什么什么星座有什么什么不好的毛病，大家也会说什么？说太准了，太准了。但是这个太准了背后呢，其实是期待着我这个星座有什么优势。为什么呢？因为人一旦自我贬低的时候，他就会自动的想获得认可，想为自己辩解。比如说你是一个认为自己某方面还挺厉害的人啊，那所有人都会认为你这方面挺厉害，但是我每次见到你，我都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我感觉你就那样，你就一般。你信不信你就会特别的想给我展示展示你的各种荣誉或者你的高光时刻，你就心就痒痒。所以就是人一旦被贬低，就很容易会进入这个自证陷阱。所以我贬低你有2个目的，一个是让你对号入座，觉得我准；一个是让你自我贬低，并且想获得我的认可。那这一步结束以后，被 PUA 的人其实已经处于一个自我贬低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偶尔的给你一些认可，给你一些温暖。就比如说我这么说不是贬低你啊，我都是为了你好，然后你就会获得一些满足感。然后我又贬低，我就又认可，我就像弹琴一样去拨动你这个人的情绪。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就很难离开我了，是不是很恐怖？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 ，PUA 这门技术其实利用了一些人性的漏洞啊。如果一个人他本身都有点水平，他还故意去这么操作的话，是很恐怖的。他很轻松就可以控制一个人的心。比如说前2天有一个很火的主播就被一个开私人飞机的大哥骗了好几百万。你看开私人飞机为什么还要骗人呢？就是因为他当时看到那个大哥有一个私人飞机，他已经主动在贬低自己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大哥是不是真的比他强，他完全丧失判断能力。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大哥他其实做生意还不如他呢？这个大哥他做生意起家靠的就是这一招，对吧？就是这个骗术。那这种 PUA 最恐怖的地方是，只要你学会了，基本谁都可以 PUA。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有长处。我拿我的长处去攻击你的短处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可以在这个短处的地方使劲的贬低你。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们去这么做啊，而是当你理解了这些原理以后，你就可以有能力去识别到哪些人是有意识控制你的。因为还有很多人他其实是善意的啊，你不能就是因为 PUA 里面有这样一个方式，你就杜绝很多人去给你提建议，那你这不是没法成长了吗？我见过很多人，他们其实就是被 PUA 伤害过了，然后他们就会对给他们提建议的人很敏感，就一说你可能哪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提升一点，他就会炸。其实好心和居心不良有的时候虽然方式差不多，但是有差别的。有时候有些长辈他们是过来人，他看到你有些地方做的不好，他是想给你一些建议。那么这些好心人的在给你建议的时候，虽然也会说你什么地方不够好，但是他会很有耐心的去跟你讲如何去优化，他不会跟你玩什么信息迷雾，他的目的是帮助你，而不是控制你。那到底怎么去反制 PUA 呢？就是你要去成为一个经营者。什么叫经营者呢？就是你的一切行为和目的都要坚定不移的围绕你的目标而展开。你的目的就是经营自己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用去管谁要伤害你，谁要骗你，你只去管一件事情，就是谁能帮我解决问题。比如说你很清晰你的目标就是治疗身体的话，你再遇到那个老神医，你不用在乎他跟你玩什么套路，你只管搞清一件事情，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给你治。如果他能治的话，你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个成本？除了他以外，别的有没有人能治？有没有一个备选方案？你看是不是很清晰？对，就是我不执着于一个人，我不幻想着我是一个幸运儿，但是我始终相信我能解决我的问题。其实 PUA 这个词儿为什么会这么火，是因为有很多人被伤害了，他有一种被伤害的经历和感觉。但你要知道，真金它是不怕火炼的，不管是骗子还是 PUA 大师，他其实都是看准你人性下坠的力量，他才能得手。什么叫人性下坠呢？就是你的内心自己不坚定，自己的匮乏，自己的想当然。如果一个人他很匮乏的话，他就会寄希望于外界，那外界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期待，甚至是伤害了他，他就会怨恨外界。但其实外界一直都是这样啊，骗子他一直都在， PUA 大师也一直都在呀。你只能够让自己变得清醒，你是没有办法让骗子和 PUA 大师少一点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的目标很清晰，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话，不管别人怎么贬低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只问一个，就是你骂我2句，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事儿办了？如果能的话，我掂量，合适的话，行，那你骂吧。那如果你净想着天上掉馅饼了，碰上个大师你就觉得他是来救你的，那你不是活该被 PUA 吗？因为大师也能看到你的不坚定。当你想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侥幸心理，那他们就是利用这种人性。所以一个经营者的目光，他应该像一个老鹰一样，死死地盯着他的猎物，就是你的目标。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的世界就没有什么善恶好坏之分了，因为你可以自己为自己负全责。就像萨特说的，人被判定为自由，因为一旦被抛入世界，他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所以你是一个对别人 PUA 不爽的人，还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只成长自己的人，其实都可以自己选的。哎，我这期会不会教出一大堆 PUA 大师？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别造孽了，好吧。最后祝你幸福的能够在这个充满 PUA 的世界里生活下去啊！我们下期见。